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由铃木玉撰写的运气方程式。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运气这个词，它指的是一种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的决定一切的因素。那么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是由运气决定的，又有多少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呢？铃木玉认为，我们的成功大部分取决于运气，而不是能力。虽然智力和个人能力确实很重要，但意外的幸运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大。如果这样的话，增强运气难道不是成功生活的关键吗？因此，今天我想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您的运气的科学方法。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让我们快速地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幸运就像肌肉一样，可以训练和增强。关于掌握运气的4种技能，2.80%的人错过了赚取金钱的机会。我想解释一下如何进行最佳训练，以免错过这些机会。首先，我们将从运气就像肌肉一样可以锻炼和关于掌握幸运的4种技能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开始解释。现在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自己的运气好还是不好呢？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个人力量无法改变，只能由运气决定的。比如说，你的收入几乎完全取决于你出生在哪个国家。显而易见，在发达国家出生的人收入较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较低。因此，出生在日本的人们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另外，天生长相好的人据说整体上对生活的满足度更高。如果将帅气和不好看的人进行比较，帅气的人成功的几率更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于那些天生相貌不佳的人来说，虽然遗憾，但只能说是运气不佳。对于运气不佳的你，也不要轻易放弃。近年来，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运气已经取得了进展，揭示了吸引幸运的技巧。即使人生中有很多是由运气决定的，但只要掌握了特定的技能，就可以在这场人生的游戏中取得优势地位。而掌握幸运所需的技能只有4个：行动力、多样性、洞察力和复原力。接下来我将详细介绍这4种能力与我们的运气之间的关系。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视频内容，我将逐一进行介绍。为了抓住幸运，我想先总结一下4项技能。首先是增加尝试次数，提高成功率的行动力技能；其次是识别自身适应性的多样性技能；第3是不放过眼前机会的洞察力技能；最后是从失败中迅速恢复的复原力技能。通过牢牢掌握这4项技能，您将能够用自身力量掌控生活，而不是被命运左右。相反，缺乏这4项技能的人将永远被动生活，这样的人生是不愉快的。我认为牢固掌握这4项技能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接下来我将逐一解释每个技能，以便更易理解。首先是抓住幸运的第1项技能，增加尝试次数以提高成功率的行动力。人生的幸运取决于尝试的次数。您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要抓住运气，必须增加生活中的挑战次数。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建议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来确认。举个例子，假设你面对成功率只有1%的困难工作挑战，如果只尝试1次，成功率仍然是1%，你成功的机会几乎是奇迹，就像在赌博一样。但是，即使第1次失败了，增加尝试次数，成功率会逐渐变化。具体来说，第2次尝试成功率约为2%，随着不断挑战，成功率会不断提高。当尝试次数超过100次时，成功率会超过60%。虽然省略了详细的计算过程，但反复尝试同一任务，即使成功率只有1%，在第459次尝试时，成功率会达到99%。到了这个程度，反而变成想要失败都很难了。因此，为了抓住运气，坚持不懈的挑战并增加尝试次数是至关重要的行动力。这样的思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结束对增加尝试次数以提高成功率的行动力的解释。我想解释第2项抓住幸运的技能。
即识别自身适应性的多样性技能。通过前面的讨论，您可能已经了解，抓住运气最重要的是增加尝试次数。然而，尽管尝试次数很重要，但盲目挑战并不是最佳选择。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举个例子，即使您完全不擅长运动，却想成为一名棒球选手，只是不停地练习击球，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低。这是因为初始成功率非常低，即使尝试500次，成功率也不会显著提高。前面已经展示过，即使成功率为1%，尝试500次成功率也会显著提高。但如果初始成功率仅为0.000001%，那么尝试500次几乎无意义。因此，抓住幸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多样性。我们可以以世界顶级运动员为例。你是否知道，著名的迈克尔·乔丹从小就对棒球着迷？实际上，通过多项研究，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世界级运动员在童年时期都花时间参与多种运动。顶级运动员之所以体验多种项目，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是通过参与多项项目可以降低心理疲劳的风险。第二是因为尝试多种项目使得他们更容易确定自己的才能。第三是通过积累多种经验，他们可以同时获得多种技能。当然，体验多种项目不仅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才能，同时也能获得各种技能，使得他们在面对应急情况时的应对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个事实不仅仅适用于体育领域，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等 IT 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通用的技能和知识可能明天就过时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多样的经验是非常有用的。虽然我们往往会尊重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但要吸引好运，不仅要增加尝试的次数，还需要增加挑战的多样性。多样化的挑战也是必要的，这正体现了自己的适应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接下来，第3个技能是不要错过眼前的机会，即提高观察力的技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抓住幸运的关键是增加尝试次数，并且增加挑战的多样性，以及同时进行多个项目，这些都非常重要。然而，仅凭这些并不意味着幸运会轻易降临到你身上，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这些做法只是让你成为一个充满好奇心、愿意尝试各种事物的人，但并没有使行动转化为抓住幸运的能力。为了将行动转化为幸运，第3个关键因素就是观察力。观察力指的是注意到身边微小变化的能力。为什么观察力对于抓住幸运至关重要呢？因为观察力使你能够发现身边存在的机会。比如，大家是否听说过发明微波炉的珀西斯宾塞的故事？珀西作为军事工业的技术工程师，在进行军用雷达实验时，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融化了。他凭借这个发现，想出了用微波产生热量的装置，从而发明了电子微波炉。为什么珀西能够想出这样的伟大发明呢？正是因为他具备优秀的观察力和发现机会的能力。即使你积累了大量的新知识和经验，如果你不能抓住身边发生的有利机遇，那么抓住幸运就是不可能的。俗话说，幸运女神不会等待你。要抓住幸运，就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及时发现眼前的机遇，这是非常关键的。在这里，我将结束对于如何不错过眼前机会的洞察力的解释，并继续下一个主题。我想要解释关于抓住幸运所需的第4个技能——复原力，即从失败中迅速恢复并重新挑战的心态，重新振作并迎接新的挑战的心态。之前提到，要成功完成成功率为1%的工作，需要进行459次尝试，这意味着成功背后隐藏着458次的失败。如果每次都因失败而灰心丧气，你的心态是无法承受这么大量的失败的。从根本上说，如果你每次失败都感到沮丧，那么坚持尝试458次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你可以将失败次数视为你稳步向成功迈进的确凿证据。你所经历的失败次数，就是你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的数量。生活中从未经历挫折的人，
其实就是从未尝试过任何事情的人。没有失败经验，意味着你从未尝试过任何挑战。你所经历的失败次数，意味着你正在稳步接近成功。我希望你继续坚持这种失败的过程，因为那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以上是我的解释，你觉得如何呢？现在让我们分享一下如何训练这4种技能，并展示一个科学的方程式，帮助大家获取幸运。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不错过机会的最佳训练方法。现在，让我们逐一解释这些方法，并进行详细阐述。首先是如何不错过机会的最佳训练方式，它能够激发懒惰的人的行动力。通过微量忍耐扩展人脉以及获取多样性的方法，让我来解释一下忍耐的微量的概念。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只对忍耐进行微量的训练或增强，通过分阶段逐步增加的方式进行耐心和忍耐力的训练，就像微量药物治疗一样，通过长期摄入微量的忍耐挑战，逐渐增强您的行动力。对于那些感到自己缺乏行动力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训练方法。很多人无法尝试新事物，主要是因为这些新鲜事物看起来太麻烦了。为什么这会让人觉得麻烦呢？因为要开始新的事情，少不了要有一定的忍耐，因为很少有人喜欢忍耐，这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实施时需要一点点忍耐的微量，比现在的你稍微高一点的行动挑战就可以了。设定一个稍微需要忍耐一点点就能做到的水平作为目标是关键。作为判断的标准，假设你认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的任务为10分，而可以毫不费力完成的任务为1分，那么选择3到4分努力就能实现的活动，比如在工作或学习时绝对不碰手机，就是一种微量的忍耐。如果你不擅长整理，那么饭后立即洗碗整理就是有效的微量忍耐。习惯了这样简单的行动后，就可以逐渐提升忍耐的水平。这种小事情的积累将增强你的行动力，并且将你引向幸运。请务必尝试并坚持下去。这样做对你来说有何感觉呢？现在我们结束对忍耐微量的解释，进入下一个话题。接下来我将讨论如何扩大人脉，获得多样性。这是不容错过的机会，也是提升行动力的最佳训练之一。忍耐微量帮助你逐渐增强行动力后，下一个目标是获得多样性。正如之前所述，要吸引幸运，并不是盲目的、不加思考的行动，而是通过多样化的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多样性呢？获得多样性的最快捷径是培养自己的好奇心。为了培养多样性，你应该将好奇心引向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举例来说，新的爱好、新的工作等等，如果一一列举的话，将没有尽头。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新人结识，要抓住幸运。多样化的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例如，从老友那里得到意想不到的信息，或者在聚会上结识新朋友，并将其联系到新工作上。这些意外的幸运大部分来自你身边的他人。根据科罗拉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成功者与特定人的联系并不紧密，但拥有多样化的社会网络是明显的。相反，为成功者与特定人的联系较为紧密，但社会网络缺乏多样性也是明显的。这表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来扩展的技能之一。成年人可能会觉得人际关系不可能再扩展了，这是错误的。因为正如之前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所示，我们需要的不是深厚的人际关系，而是多样化的网络。虽然建立类似于学生时代朋友般深厚的人际关系很难，但如果建立广泛而浅显的人际关系，那么从现在开始也是有可能的。要扩展人际关系，只需模仿周围人际关系较好的人的行为即可。大家身边的人际关系较好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你是否经常和常去的店员打招呼，或者和初次见面的人交谈并提出各种问题？也许你还会组织与自己爱好相关的活动。要扩展人际关系，
只需观察并学习那些具有良好社交能力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扩展人脉，培养好奇心，并吸引幸运降临。请大家务必注意观察身边社交能力强的人。这样做有何效果呢？我们已经结束了关于扩展人脉、获得多样性的第二种方法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三个话题。为了不错过第三次机会，最好的训练是拓展自己的视野，不要错过任何有价值的机会。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旧的矩阵思维方法。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行动力和多样性。接下来需要掌握的是吸引幸运的第三项技能，就是洞察力。洞察力是指识别身边机会并确保把握的能力。和行动力、多样性一样，洞察力也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就像之前所说的，无论我们积累了多少新经验或知识，如果不能抓住眼前的偶然机会，一切都是徒劳的。然而，实际上很多人都忽视了身边存在的机会，却不自知。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边存在的机会。华盛顿西部大学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该大学的团队在一棵低矮的树枝上加了3张$1的钞票，并研究经过这棵树下的学生是否注意到这些钞票。这项研究可以说是独特的，因为实际上是在调查人们是否能发现金的树。这些$1钞票的高度大约在离地面170厘米的位置，因此除非特意留意，否则钞票是很容易被看到的。然而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只有整体参与者中的19%注意到了这些金的树，而超过80%的参与者尽管目睹了悬挂的钞票，却漠视了金的树。这种无法注意到本应该进入视野的事物的现象，被称为非注意性盲目，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机制。由于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会在无意识中筛选出视觉信息中的无用信息和有用信息。即使我们眼前看到了钞票的信息，但由于我们自行判断树上不可能挂着钞票等，就会自动删除这些数据。这种大脑功能会让我们远离幸运，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洞察力，不被大脑所欺骗，始终注意周围并进行有意识的观察。究竟如何才能培养这种洞察力呢？最合适的方法就是旧的矩阵思考法。旧的矩阵思考法是指针对某一事件提出简单问题，并针对答案提出新问题，反复追问的思维方式。比如，首先向自己提出天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然后不断追问。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天空定义为头顶上的蓝色区域。接着，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呢？了解物理学的人可能会回答说，蓝光比其他光更容易散射。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问为什么光会有不同的散射方式，光子是如何散射的等等。可以不断地提出问题。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内在的视角会得到培养。这种视角是站在更高层次上看待世界的角度，这意味着以俯瞰的方式来观察事物，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事物。视野越广阔，我们就能更多地捕捉视觉信息，从而提高抓住周围机会的可能性。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视野比较狭窄，经常错过机会，那么请尝试养成这种思考方式的习惯。你的视角会逐渐提升，开始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机会。习惯通过积累产生强大的影响。或许有人会怀疑，仅仅通过反复提问就能培养如此广阔的视角，提升自己的视野吗？通过不断地给自己提问，你的视野会逐渐提升，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建议大家尝试养成这种思考方式的习惯。接下来要讲的是掌握幸运所需的最后一项技能，即复原力。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大家将会挑战各种各样的任务，反复尝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但如果整天沉浸在这无数次的失败中，即使再有韧性也不够用。因此，为了抓住幸运，必须具备从挫折中迅速恢复的复原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培养从挫折中恢复的复原力呢？本书介绍了3种极好的训练方法来培养复原力。
它们分别是：一、科学家思维模式；二、侵入性接受；三、自我认知问题。也许有些人看到这些生疏的词汇会感到惊讶，但请放心，我会逐一详细解释。首先，我们来解释相对容易理解的第一种方法，即科学家思维模式。这是一种非常适合培养复原力的训练方法。科学家思维模式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像科学家一样反复实验，将失败视为获得新数据的一种方式。通过告诉自己，失败只是获取新数据的一部分，就能够更快地从人生挫折中恢复。这是我向您保证的。拥有科学家心态的人会将失败视为简单的数据，即使在实验过程中出现错误，或者结果与最初的假设不同，所有这些都只是达到最终心理状态所需的数据之一。同样的，在追求幸运的道路上遇到失败时，我们也应该以冷静的态度将其视为简单的数据。无论实验过程中出现何种失误，或者最终结果与最初预期不同，都应该冷静对待。明白了这种方法之后，如果发现效果不佳，就应该尝试其他方法。我希望大家都能像科学家一样，在人生中不断进行实验和尝试。接下来，为了培养恢复力，第二个训练方法是侵入性接受。侵入性接受指的是在经历失败后，你大脑中自动涌现出的消极思维。例如，当你在工作中失败时，会不会想到同事会嘲笑你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甚至连觉都睡不着？有没有人有过这样过度自责的经历？这种过度的自我反省会破坏你的心理健康。侵入性接受的是通过接受自己的失败，摆脱自我批判的陷阱的方法。把自己视为最好的朋友，对待自己失败的部分时，要用温柔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自己。不要过度责备自己，也不要放任自己，要保持与亲密朋友一样的距离感对待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希望大家都能尝试这种方法，逐渐培养自己的恢复力。第三个用于培养复原力的训练方法是自我认知提问。自我认知提问是一种基于亚琛斯大学研究者提出的科学根据的心理训练方法，它可以帮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优势。然而，这种自我认知提问需要回答类似“请列举描述你自己的5个形容词”等36个问题，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全部内容。由于这里视频的时间有限，无法详细介绍所有内容。如果你对自我认知提问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亲自阅读这本书，以获取更多信息。我们将进入下一个话题，即第4种强大的复原力训练方法，以及如何不错过第5种机会的最佳训练方法。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科学正义的幸运方程式，以及前面所介绍的4种要素：行动力、多样性、洞察力和复原力对于吸引幸运的重要性。祝贺大家已经掌握了吸引幸运所需的这4个关键要素。在本视频的最后部分，我将更加严谨地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为什么这4项技能对于吸引幸运如此重要。这也是本书标题中所提到的幸运方程式的含义。幸运等于行动力乘多样性加洞察力 x 复原力。这个公式可能有些复杂，但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奥秘吧。如前所述，要成功完成成功率较低的任务，关键在于不断思考和挑战自己，不断尝试。此外，不仅要专注于单一任务，还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这就是多样性，也是成功的捷径。提高成功率的秘诀在于培养同时具备行动力和多样性，并不断提升它们的数值。然而，即使努力行动并提高多样性，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一切也将毫无意义。保持广阔的视野和警觉性对于你的人生将是额外的加分点。这样做将提高你的成功机会。假如你因为一次失败而感到沮丧并患上抑郁症，那会怎么样呢？你将永远不会再尝试，并且无法掌握幸运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假如心态太弱，以复原力等于0来看待，将其应用到之前的方程式中。幸运等于行动力乘多样性加洞察力乘复原力，0等于0。这意味着你获得幸运的可能性将变为0。
相反，如果你的复原力是100，那又会怎么样呢？通过行动力、多样性和洞察力获得的幸运会增加100倍，你的成功机会将急剧提升。这样一来，幸运等于行动力乘多样性加洞察力乘复原力的方程式的意义，你应该已经理解了。幸运可以通过科学方程式来进行逻辑和客观的表述。最后，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供非常重要的忠告：即使通过这样的方程式获得了幸运，它仍然只是幸运而已。你的成功仅仅是由幸运带来的，绝对不要自以为是，千万不要说自己很厉害，或者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成功了。这样自大的心态会让幸运溜走。切记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您取得多大的成功，经历多少停滞和失败，你应该做的事情都不应改变，不受单个结果的影响，只需冷静地继续运用这个幸运的方程式。通过持续冷静地挑战自己，生活中这种无法预测的经营方式会逐渐变得更容易。这样如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都取决于您的运气，而不是被单个结果所左右。只需冷静地坚持使用这个方程式，并不断挑战自己，您就能逐渐发现，幸运是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行动来赢得的。只要您不断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多样性、洞察力和复原力，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幸运之光照耀在您的人生之中。愿您在旅途中不断收获幸运与成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